啊！加油加油！各位选手试一下味道啊！选手，帮你们试会不会有辣还是怎么样？我有点想起我跟古大哥在爬山的画面，哎呀，有一种赤心巅峰的感觉，就觉得哇，好漫长。一直以来没有放弃的身份就是运动员啊。我知道我是有变强的，我今天还可以用走的，没有拄拐杖，还可以去赛道里面看看选手，我就觉得很 OK 了，不见得要透过什么来证明什么啦。事实上，越野跑的世锦赛这一次只是第3届而已，对，所以也可以这样子说啦，就是越野跑运动正式进到官方的竞技殿堂，也不过就这6年比较正式的时间而已。那国际上如此，台湾的发展又更晚，所以一定是一届比一届强。我也觉得啦，可以预见的，在2年之后，我想一定也会有更好的水平在国内参加这个选拔跟世锦赛的初赛。那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国手选拔，虽然我在越野跑领域也算蛮久了10多年的时间，包含我其实去年我也是第一次才参加 UTMB， 我老早就知道 UTMB 这个比赛了，在我刚开始接触越野跑2008年、2009年那个时候，我就知道有 UTMB 比赛，但你看已经隔了2008、10几年的时间，我才进到 UTMB 的殿堂，所以其实你就知道说，有时候生活啊有不同的目标，然后有每个阶段有不一样的挑战，工作啊、家庭啊等等的。然后运动员都可能遇到运动伤害或低潮的时候，所以我都很把握每一次的机会啦。那这也是所以这才是我第一次的国手选拔。越野跑的世界锦标赛在西班牙，9月30的附近，总共有4个组别。就这一次国内的选拔其实是有5个组别在大会，还有一个年轻的组别。for 青少年的，但台湾这一次没有开放这样子的组别选拔，就长距离组、中距离组，然后极速起降跟爬升的比赛。对，那我比的是，其实我报2个组别啦，我有报长距离组，就是这个礼拜的法尔威，那我还有一个UV 的，就是一个备用的，我有报登高火焰山因为长距离变数太大了。你有可能状态不好，还是中间受伤就没有了。那至少还有一个机会，就是登高。昨天还睡得好吗？还行。最近就是梦多了一点，做梦比较浅眠了。今天。我们赛道志工有提醒各位选手，今天的天气会非常炎热，请各位选手的水量一定要带够哦。请各位选手要，如果好像是济州岛吧，好像我们都剩2只，会掉。对啊，觉得很恐怖。他报道有什么样东西吗？是要手腕是不是？手好像不用，这好像很单纯，就是长这样。是哦。所以他包包也不用别，什么都不用。对。哎呀，对，我还是买个东西喝好。2个礼拜前就是伤到了脊椎，在去年年底接触了就是气功的修炼，然后我很想认识身体，知道说有什么样的技术可以再开发的更多一点，开发身体更多一点，然后再让我更认识身体。对啊，反正所以我就接触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这样。然后其实我练起来的感觉是蛮好的，
我就觉得练完身体比较协调，然后比较放松，比较平静。结果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，过年后的那一周，刚好也是过年期间，就是开长途车程，我就一直觉得我的右髋比较紧。那一周我也练得比较多，训练量也比较大 ，back to back 连续2天在比赛场地古关火焰山的团练。就结束那2天之后的隔天，我早上起来就觉得我腰怪怪的。然后就去练功，练完更惨，整个就不行了，我就赶快去看医生，赶快去做结构调整。就调完也没比较好哦，那个身体变 S 型了。上礼拜我就整个礼拜几乎都没跑，我只有跑10K 而已。那一周的周跑量只有10K。心态那时候会很差，还是不会差啦？那时候还不会差，那时候我觉得这个结构，因为我知道它是结构的问题，而且结构问题调回来就好了，没事。但是1个礼拜过后，还是快闪到的感觉，就有点差了。因为我预计1个礼拜会好啦，但是结果没有，有好转。其实每天都有好转一点，但它的好转还没到我可以正常跑步的状态。这是今天要带的转换，转换会有几个？2个转换。教练这次会换鞋吗？谢谢你提问，我差点忘记了，因为我印象好像你 UTMB 有换鞋，对不对？我会带啦，我会带 UV。哦，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换？如果这双鞋有问题，就是如果脚有磨不舒服啊，干嘛就会换。那如果没事就不会换。理想当然是不要换，换会再花时间，最好是不要。好，李欧先生，好，我先把，你放哪里？我先把钥匙给你。好，钥匙。啊，你就丢，好丢。我放这边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这边。好，我先下去了。好，我们提醒各位既完步的选手可以到外面拍形象照。另外，今天天气根据预报会非常的炎热，请各位务必带足够充足的水上酸哦。OK， 好。来，先进。要好好的顾这，这要顾好，加油！年轻之后就拿去吃啊。眼镜你把握前这边好不好？好。可以这边切一点连续。那个 M 这边。好。还行啦。今天加油啦！谢谢。加油！好了，加油。来，赶快再来估一下。差点先结束了。好。好，张哦，翻身哦，1、2，练习哪一张？1、2、3。好，那个包装一张给我。好 ，OK， 有杀气哦，1、2，很好。那剩下1个礼拜半的时间，剩下差不多10天的时间，我就在思考这个事情哦。对啊，我就思考因为我最近其实在学萨提尔，那萨提尔模式除了跟别人沟通之外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跟自己内在的连接啦。我自己也是基督徒嘛，所以我觉得都不相违背。我就在跑步过程当中，跑得很慢啊，那一天我就跟自己有一些对话，这样就先问问自己的感受咯。现在
觉得心情怎么样？难过吗？也失望吗？还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我可以接受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吗？可以啊，也是要接受自己有这样的感觉，对啊。那面对这个国手选拔，如果没有办法去参赛，或者是没有办法选得上，会难过吗？会有一点。那会因此就否定自己的价值吗？倒不一定，不会。对啊，那如果没选上，我会对自己失望吗？其实我好像想一想也觉得还好，对，因为我很认真准备了这段时间。对啊，那想到这边，其实我就比较坦然的了。我觉得对话完之后，我觉得人比较平静之后，思路就比较清晰。所以我也是边在跑动嘛，我就在思考，对啊，我结构治疗师帮我调了这么多东西，我理论上我整个身体的力线应该不至于这么糟糕才对，一定是有某个东西卡住，我没有发现。那我就想到那时候前2天的治疗，那医师在我的右大腿内侧戳了2针小针刀，然后那2针确实让我的骨，就是大腿的内侧比较酸，比较紧。我就在想，这2针会不会让我的骨内侧肌没有办法跟我的股四头一起联动，把我的整个髋拉住了呢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？我就马上停路边，把它拨一拨，把它拨松，我再跑出去。就像刚刚讲的，哇，振臂欢呼！我觉得我的右髋整个回来了，就是它整个回来到原本的我知道怎么用力的状态。哎呀，就很像本来瘫痪人突然连起来一样，那个神经另可回来，你就知道哇，重生。对啊。我就突然燃起一丝希望，然后那天跑完就很开心了。当然接下来还是我持续还是有做治疗啦，那也很感谢像何纳山啊，或者是我一位好朋友，就是也介绍昌盛堂的刘医师，在台北结构治疗非常厉害的专家，帮我做结构的调整，还有台中的吕厚兴医师啊，很多很认真的帮我，就是他们都很用心帮我调整。对啊，所以我是觉得很有趣啦，就是在运动员这条路上，教练这条路上，现在资讯很多啦。那当教练其实也是要去体验这些东西，然后能够把它整合起来，变成一个有逻辑的系统，可以帮助自己，可以帮助学生这样。跟大家分享几个技术，然后就带大家练习。那一样，等一下我们先带大家热身完之后，先让大家跑动一下，先感觉一下今天的状态，以及我们回到这边来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技术。其实我一直以来没有放弃的身份就是运动员啊。运动员要这跟一般人不一样了，就是我常这样比喻哦，就一般的民众对于健康的标准，在我看来啦。譬如说假设好60分，60分是怎么样的？就是散步逛街脚可以走不会痛，然后走楼梯可以走不会痛，睡觉基本上还勉强睡得着，60分。好，行住坐卧没有问题，就是尿尿不会滴到鞋子，好，60分就基本的。那有在运动人呢，譬如说75分好了，因为要跑步要不会那么喘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跑长一点的距离，我需要更高一点的标准，睡眠时间更长，然后我要更 take care 自己的各样的状态。好，75分。跟运动员不一样，运动员要90分。我们要更好的结构的平衡，因为我们动作要更有效率，然后我们要吃得更健康，更快的能够处理身体的发炎，要专注的细节更多。身份不变，但是其他的身份在变啊，有家庭，然后有工作的状态不一样，身体状态不一样，我仍然要追求这么高的90分的表现的时候，我要在乎的点就很多了。训练的时间，假使一天假设2个小时，没有办法，假设没有办法再更多了，就是譬如说2到3个小时是极限的。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。那关键就是那22小时、21小时要怎么过啦，对不对？那这中间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啦，像刚刚提到的关于恢复的东西啊，心理的状态啊等等。那我发现各样的东西都会跟
运动表现息息相关。那这些东西就带给我很大的兴趣，因为它很能够帮助到我，它能够帮助我，就能够帮助到学生，对啊，所以才会在课程当中导入这么多东西，也不见得是因为刚好因为生病啊，但生病绝对也是其中一个让我学习的机会。所以其实我每次看医生，每次都是好像我的心态都很像是一边是治愈我的身体，一边我也是在学习医生怎么在看待我的身体，然后跟我自己觉察的感觉一不一样，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，有没有效，变得比较好呢，还是变得比较不好？所以我带学生调整的时候，也会问他们，你会觉得变得比较好呢，还是变得比较不好呢？就直觉的跟我们分享，我们也会很好奇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到学生多少，而是我现在更 care 学生的身体的素质，对啊，是应该说身心的素质啦。那这一块好了之后，再来做技术，它也比较能够做到所谓的技术了。好，谢谢，加油！这一次国手选拔有4个组别，然后很有意思的是，国内啦不敢说全部，就大概就是8.5成以上的好手都会来参加这一场赛事。其中最竞争的大概就是就其实反而是40公里极速起降跟登高组。我觉得这3组是竞争度是更激烈的，长距离节奏比较慢。我觉得就还好啦，也不是还好啦，当然我也不能这样讲。就长距离组也有像汉卿啊，古大哥不确定会不会参赛，还有像小刚啊，有一位年轻人叫祥玉吧，还是什么，就是我比较不熟悉的年轻人，就是这些其实也都很不错啦。那只是40公里就是特别像我们有在聊到 PI 值哦，就是大概 PI 650到700。这一个 range 的选手几乎都参加40公里组，包含像阿远啊、欧巴啊、杰凯啊、阿包啊，反正很多啦。对啊，就是很多的好手都参加在40公里这个组别，还有头哥，就是古关这边的我差点要讲地头蛇，地头蛇不好听，说长老好了。有时候长老也怪怪的，就是反正就是当家的很厉害的选手，对啊，也是40公里组的。70K 啊，原本我们回来到要准备下东乌线的时候，原本是在乌尔尾在溧阳的时候设补给站，但是因为这一边的环境会比较好。那大家在最后上波金家的时候，可能有比较好的环境吃热食等等等等。我常常都跟自己讲差不多的话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陪伴你啊。哎呀，我都跟你同在，我也都欣赏你努力向前的样子，就这样。5、4、3，来旁边靠开一点啦。1、2。坦白讲，昨天有一些超乎我的意外，就是我没想到一开局强度就有拉上去，就是小明老师前面就冲很快。其实我不认识他，在这之前，但我知道小明老师这号人物，因为3进盘龙他的成绩是非常快的，
那个记录是很厉害的记录。对，那当然也想有机会能够认识小明老师，但我不晓得起跑在前面的就是他，是我听到旁边的选手汉卿啊，然后他就是玉祥啊，在讲说啊，小明老师前面跑很快，然后又有一个路口他跑错路，直接跑过头，然后跑过头他又最后折回来，还追到我们，就是在还没上到乌尔韦的三角点就追到我们，好快哦！我还以为是40公里追上来，结果是他追上来，速度飞快啊！上到东卯山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看不到他了。乌尔韦到东卯山这一段其实是很技术的，下坡很陡，然后又要爬石头啊什么，其实那段很难走，跑好快哦！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已经超过我的。就是这种100公里的比赛节奏了，所以我觉得我直接放生了，我跑我自己的。翔玉也很快，那翔玉我知道他花了很多时间在练习。我昨天我们有一段时间跟头哥想跑在一起，头哥大概就是我们下到东卯的时候追到我们，所以东卯这一段路就是我翔玉跟我们3个跑在一起，然后我听说他们去年6月就开始在准备了，也花了很长的时间，蛮意外的。出来到登山口的水泥路，我们就有看到小明老师的身影，他可能有稍微放慢一点节奏这样。哇塞！我镜片忘记带出来。对啊，其实就是我忘记带镜片了。没有啊，出发我一会到我就回去拿了。对啊，但来到这边我没有带，然后再从哥，我觉得他也很 shock， 然后他就说反正总之先跑完再说。没关系，赶快，我们人工登记，能做登记就登记。好，没关系，燕静赶快过去。等一下，让我拍得到。燕静，那拍得到，好。没关系，快点，里面还没有谁没上。先别管，也是蛮特别的经验啊，因为以前我也好像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。20多年比赛，就偏偏在这国手选拔2年一次，其实我还蛮期待这场比赛。老实说，我总觉得啦，现在的生活啊，我整个世界变动是很大的。如果可以做，我就会想把握机会去做。所以这个事情其实2年前，看阿包他们去奥地利回来分享出国比赛的经验，当时我就在想，2年之后我要来参加国手选拔。当下来讲，我觉得说，当我一些规则或要求，它或许是其实它是很基本的，但总是规范，那大家都要遵守。那我们也期望就是高高期许，轻轻放下。尤其像燕青选手还是其他的，比如说怀姐也是。说实在的，当燕青的事情已经让我觉得说不知道该如何的时候，40K 组结束，我又碰到怀姐的状况，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挣扎，因为都是优秀的选手，我办一个赛事，这是我的赛事，跟我自己判断我要如何处置是我的名声去投入的，这个赛事去投入的更规范。但如果你以大我来看，我们今天就是希望全台湾能把台湾最优秀的选手带出国，对不对？他们的选手的能力毋庸置疑，但是他们为了这个状况就否决掉他们的能力吗？这东西什么叫做大我，什么叫小我，其实是我相信在很多人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很两难的。转换带在上面吗？对，在上面，转换带有优先帮你们拿出来。其实我自己是心里非常不好受。燕青跟我讲说，我比他还难过的。
对，确实，因为他失去了他出国机会。WNTRC 2年一届，我们人生有多少的精华的2年，选手有多少的精华2年。第二个是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判断的原因是，其实不是为了当下，而是为了将来。未来的2年还是发生这个事情呢，或者未来4年后还是发生的事情该怎么办？我觉得还是要按照规范的。有，我都想好了，因为我已经把那个软水壶都已经先泡好了，泡好我要的果胶，对啊，然后所以我就直接把它软水壶插上就好。那我有泡2壶的就是比较好吸收的大豆蛋白啊，里面我有加一些碳水这样子，因为长距离比赛会分解肌肉，所以我觉得几次试下来对我恢复帮助蛮大的，所以我就有先准备好泡好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谢谢。那大家在转换区的节奏也很快祥玉是第一个出去的。那我跟头哥我们一起出发，然后在往德芙兰的路上，我们追到祥玉，我们3个人就一起前进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还起！加油！加油！上面就补给了，上面就补给了，底下右转哦。要走进去。对。先进来，祥玉的。OK。我们要记一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验镜走，那个镜都交代了。谢谢。水运动掉，去水掉。有香蕉哦。来。只要他在古关大道院。你要盐巴吗？你加油！这个半马对不对？下去下面左边就是桥了，加油加油！我觉得这一段也是算颇为关键的一段啊，因为要爬第2座山唐麻丹山这样子。那时候的状态都还算有力气，对，我跟祥玉我们也差不多跑在一起啦。那是上坡的时候我稍微快一点点，所以他让我先走。对，那我有点意外，他下坡没有追到我。对，那其实我们也相差不远啦。长麻丹山就是中段的上坡之后，我大概就是稍微在前面一点的位置，然后回来，就开始陆陆续续的遇到一些选手嘛，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就会彼此加油这样子。从唐麻丹山离开，就是要跑德芙兰回去。那这一段比我想象中的稍微难一点点，因为从东卯到唐麻丹这段德芙兰的下坡比较多，那回来就上坡比较多。对，那边就是要开始，而且也开始热了啦。要刷晶片哦，要刷晶片哦，要进补站哦。
加油！你现在从厉害了。因为我们这边也有大量的水，可以让你自己补充一下身体。真的哦。对，稍微冲凉一下。空间档，空间档。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哎，这里，然后下面的厕所右边，厕所那边右转，那边有人，有人指引，有人指引。公厕右边进去。好，谢谢。公厕右边。加油！对啊，德福兰回来就到大道院，大道院出去，我是觉得大家没有差太远啦，大概都是5分钟，5到10分钟左右的 range 这样子。那以这样的距离来讲，5到10分钟都是射程范围内。如果你抽筋啊，还是走稍微慢一点，5分钟一下子就用完了。所以我也不晓得了，我就是尽量推这样子，那一段很辛苦。不在。随便说都可以吗？哦，真的啊，太感动了，水纯水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加油！阿远冠军哦！哇，阿远，恭喜哦！来，燕青加油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！加油，加油！东屋这一条线是比较难的，对啊，那时候可能我状态也还行，所以我有错估了那个水量的控制啊，对，所以我只带就是3管，然后有一管我还拿来冲头，所以剩半管，然后到东卯的时候就开始然后再加上我在这一站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补了太多东西，我觉得有点消化不良。所以跑出去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肠道有点怪怪的，胃有点不舒服，所以这一段东卯我就状态就比较不好。东卯往那个窝尾的那个路程非常辛苦，我那边速度就很慢了，就很像在爬山了，就有点像我有点想起我跟古大哥在爬山的画面，哎呀，有一种赤心巅峰的感觉，就觉得哇，好漫长啊！我知道。要有水源，要一直下到窝尾的将近登山口的地方，才有那个水管，然后那水管有破洞嘛，所以只有那个地方可以接水。所以我那个下坡我下得很辛苦，所以我扭到过一次，就在窝尾的下坡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没有水，然后又不能吃东西，就我觉得我能量已经相当低了，所以人在能量低的时候。会比较晃神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！超诡异，这个超陡哎，天哪！啊，很厌世，太可怕了。
我在那边扭了一下，我就赶快停下来，自己把它调一调，花了大概就是30秒把它弄完之后继续上路，然后一直撑到看到那个水管，哦，眼泪快滴下来了，在那边就冲头啊，它很热啊，有一点那种要中暑的感觉，对啊，冲头要把水装满，我就觉得喝完水就慢慢复活了，不然在那个上面我在想说，哇，我已经这边走得要死了，等一下还要再吐一个那个波金加。哎呀，不知道搞不搞得上去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就进到公路还跑得起来，遇到 Danny 啊，就看到大家就很开心了，我还可以跑得起来，不错。加油！然后补站就是早上那一间刷卡，对，以前有。那补站就在那个房间。报到那一间。小心哦！那是冰的可乐是不是？我好受不了，好，还是冰可乐好，谢谢。所以最后波金加，我本来预计啦，最惨可能要跑个2个半小时，对啊，结果没想到，我还没看数据啦，应该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来回，比我想象中还更快。要死啊！热啊，对啊，今天超热，还要请波金加。知道第2名差不多，应该没有，我上面走很慢。好，对啊，不想。没有。好，这样可以，好，我也没关系，我到时候。你看我3罐。啊，对。你看，这个已经资历已经退化20岁了。你要香蕉吗？番茄。番茄没什么热量。对，有水。这个拿在哪？按摩一下。香蕉，这你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你要在关。这个是运动配。那时候拿出来了。下一好，接下来。其实我波金加走的算轻松的，也不算轻松啦，不是说轻松啦，不轻松啦，只是说那个身体体态的感觉是比较有能量的，因为刚好天气也比较冷一点，然后我有补给，有喝到东西，然后肠道那些卡住的东西也比较消化了，所以虽然有一点抽筋啊，但就是都有救回来。那我这一次电解质带的很够啦，所以没有就还好。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因为电解质失衡而伴随了抽筋的时候，我就补电解质就回来了。题外话一下啦，就是跟大家分享，通常这种营养失衡的抽筋会是这种比较全身性的。如果是单纯你那个地方的结构问题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，比较会局部疲劳。譬如说，你就一直某一只大腿抽，或者是某一只小腿抽。但它如果是这边抽、这边抽、这边抽，手又抽，那种通常就是跟营养比较有关系。那你试试看，就补电解质，通常会有帮助。然后大量喝水就要补电解质，因为你大量喝水就会稀释血钠，就要补。所以我大量喝水，我就补电解质，就平衡回来了。所以最后就还行，都在边缘，但是有救回来。我导航跟我讲，他已经到终点了，我现在是讲，他就这样，回来是终点没错。
再撑一下，小心了啊！啊，开始要开始了，没完没了。最后一周哦，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没有想太多啦，坦白讲，我比赛过程中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尽力去跑，反正我就是把它尽力完成。好像完赛之后就觉得也很满足了啦。哎呀，虽然当然会可惜，不过我觉得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吧。就相信这之后应该，比较少人会跟我一样忘记带晶片，尤其是。因为跑比赛有时候东西蛮多的啦，背包啊、强制装备啊，然后自己的补给啊，里里扣扣一堆东西这样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还会想睡觉啊，所以就不小心就会忘记东西。没关系啦，我还有下一场火焰山，在3月22号。对啊，再拼一次就好了。没什么。因为昨天旁边也有人觉得说很可惜，然后国家需要你。以我旁人，我觉得，你跑了3个多小时，然后70公里，你当下，对你如何去正视？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正视这件事情？我昨天有一个老朋友，就是咬人狗的朋友啊，还很关心我，打电话想安慰我啊，所以我跟他聊一下，我是觉得还好啦 ，OK 啦，哎呀，我是觉得很 OK 啦，就是我是开玩笑跟他讲啦，我说在国内啦，其实也拿过几次第1名嘛，那这一次也算是一个不一样的第1名，也算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意义啊，不然拿那么多次也不过就这样子而已。哎呀，今年特别在学萨提尔嘛，那我觉得对我帮助是很大啦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。就我知道说这场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它都不会影响我看待自己的价值。哎呀，所以 OK 的，对主办也好啦，再从哥才不会那么为难。哎呀，他为难我看的也会难过啊。我觉得他比我难过了。没事的，哎呀，我跑得很爽了。